上次四姊妹也是凌晨上，也跟我没关系啊。片方决定什么时候上又不是我能控制的，那他上了赖我干什么呢？而且你非要赖也赖不到我头上啊，这些都是女频戏，女性都不只能顶半边天，女主能顶大半边天。宣琳跟孟媛他们这个角色不比我重要太多了吗？那要赖也是先赖他们呀，赖演员的话，那跟我有啥关系？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挂件男主而已，跟我有啥关系啊？要赖我的女主啊，跟我没关系。每一次直播都要发好多个群分享，没有突然直播啊，我在群里面说了呀，我说开始直播本来晚上这个时间不就是我差不多固定的直播的时间吗？加上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事，等我先把它设置一下啊，这个贴纸输入打个字啊，把它挪到边上。晚上好，大家晚上好，依旧经典皮肤，这件衣服确实是我最近那个拍戏的经典皮肤，因为很好用，因为它是这个拉链的。我们有时候早上化完妆做完这些就是造型啊，有妆啊，加上做好的发型的话，你这么去正常脱衣服，它很容易把那个发型给弄乱。穿这种的话它不是可以打开嘛，就会比较方便换戏服。能不能和你们连线待会儿一起看？连不了线啊，这怎么连线啊？我这手机直播我没法看啊。正好我现在播完了，我一下播日升夜熟就上线了。博导连线不了，博导好像在拍戏呢，我今天还跟博导聊微信来着。连线不了博导人家在忙啊，人家也有工作，人家没下班呢。喝的啥？这是我最近爱上的新品，强烈推荐大家去喝一下霸王茶姬的一个新品，叫做云曼普洱。它这个云曼普洱有股巧克力味，但是它没有加任何的巧克力。当时我路过，人家跟我说他那个茶叶，说那个普洱茶那个茶叶说什么有股巧克力味儿。我说真的假的？我买了一下，我靠，好好喝，它真的有一股巧克力味儿。我巨爱喝这个，一定要喝冰的啊，老好喝了。我在吃什么？我在补充我的能量，我在吃牛排，那么大一盒牛排。牛肉不长胖，都是瘦肉，牛肉真不长胖，真的饿了。这个云曼普洱超级好喝，喝了睡不着，我不会的。我这个人是天生睡觉圣体，我不会睡不着，我是天生睡觉圣体，我喝啥我都不会睡不着。我这直播是不是卡了一下？日升夜熟上的好突然不突然？谢谢派大星的小跟班的热气球，不突然，因为前面已经上了嘛。本来我们拍的时间就是最早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我前两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把那个配音已经配完了，给过耳了，基本上到配音阶段就差那几句补录了，直接一贴上去，其实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谢谢葱至人间的热气球。最后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今天啊不是，应该是明天，待会儿。现在正好是北京时间11点08分，再过整整1个小时，0点08分的时候，在 Red 果这个日升夜熟，就是我跟博导的演的这个戏，就是我最近拍的一个戏，最后拍的，结果最早上了。过1个小时之后，在 Red 果已经上线了。说啥？你们说啥？越夜越熟是原声吗？我看好像应该是原声，都我自己配音了，还不是原声吗？那个肯定是原声，当然是原声了啊！今天点的这个牛排应该要5分熟的，这7分熟感觉有点老。大家反正还有1个小时，但大家反正还没预约的也可以去预约一下，待会儿到时间了，大家就可以直接去 Red 果看了。和谁演的？和我们的博导老师宣琳老师演的，跟何宣琳老师学习取经去了，去北电进修去了。不是，也不算减脂餐吧，因为我本身我从小到大我就很喜欢吃牛排，但是今天这个下次不点这个有点柴，它估计是今天是煎老了。对，日升夜熟 Red 果0点08分要上线哦，还有58分钟就上线喽。晚上好，多高？博导我有点忘，我也没问过博导多高，博导也不矮，博导也就比我矮1个头，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差不多。评价一下你跟宣琳谁演技好？那你这还用评价吗？那肯定是博导演技好啊！
我是个什么小卡勒米？当然是博导演的好啊。然后擦擦嘴，连线一下，连不了线啊。今天我还跟博导聊微信来着，博导应该在忙吧？他现在好像说他在横店拍戏呢。我刷了他的朋友圈了，因为之前在组里的时候，我给博导推荐了、安利了我的电加热秋衣秋裤。博导说他有这个冬天拍戏的这个困扰，我说我给你安利一个东西，博导已经成功被我种草了，他已经买完了。我刷到他朋友圈，他买了那个电加热秋衣秋裤。我问他，你买完了之后感受如何？他说你这个电加热秋衣秋裤太牛逼了。他说他在横店拍戏，他助理要给他披衣服。博导说啊，不要，你不要给我披衣服，我快热死了。谢谢酱小鱼的璀璨舞台。这个戏是什么剧情？大家自己去看呢。每一个版本，我知道这个戏有好多个版本同时都在上，但是每一个版本肯定都会有每一个版本不一样的东西，就不管是演员的演绎也好，还是说剧情的一些细节上的处理也好，大家可以到时候等上线了，大家去看一下。吃了什么？我吃了牛排。飞鸟居然还不上线吗？没有啊，我也不知道啥时候上线，你可以预约一下。具体什么时候上线我也不知道，像日升夜守也是今天突然间前线发来战报通知我们啊，我们今天晚上0:08要上线了，我们也觉得有点突然，但是可以预料到了，因为本来就很多个版本大家都在差不多这个时间上。这个牛排今天确实给我整的有点老，我昨天吃的牛排烤的挺好的，我昨天要的是5分熟，今天这个7分熟，我估计他火候过了，今天他可能是赶着下班，他给我煎的火候过了。拍戏挨博导打了吗？也还好啦，博导很文明的，人家是高知群体，人家不太会动手动脚的，博导这个还是非常的文明的。哦，谢谢米咪一老师的跑车。妈呀，今天点这个牛排点的有点多。兄长是不是25号上？不知道。现在我每一个戏我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上，就像日升夜守也是突然间临时通知我聊一下这个戏，等你们拍完了，等你们看完了再聊吧。这马上就还有临门一脚就要上线了，我现在聊这个戏那不就剧透了吗？你们直接自己去看呗。秦招是怎么理解的？这个东西其实我直播说过，我觉得这个戏其实说实话不太好在直播间聊。那这个剧本的设定有一些呢，确实是比较成年人的东西，你不太好在直播间开诚布公的去聊。有时候去理解一个角色吧，其实真的是不太好去。但是我还蛮喜欢这个角色的，我觉得它的质感跟市面上很多剧本的那种常规化的套路其实不太一样。当然我不知道别人的版本是怎么写的，但我看到我拍的这个版本的文学的剧本的时候，其实我这么说吧，你们就明白了。我当时在接那个，当时还叫月夜乐手，同期还有2-3个剧本来找我要去拍的。我当时看完了之后，我直接就说我说我去月夜乐手，因为那个剧本的质量完全不一样，另外一个维度的，你懂吧？所以我对我们这版的剧本我还是挺满意的，尤其是他文学性上他写的这个剧本的一些文笔啊，包括人物的心理动机啊，就各方面我觉得写的都非常的丰满。其次是当时那你肯定要看对手演员是谁啊，我当时一看是宣琳，我一看是博导，我去搜了一下，我再看了一下剧本，我觉得博导跟诗月这个角色超级贴。霍儿这一次我说实话，我觉得选角上来说演员也贴角色，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择优录取啊，那我就觉得我就要拍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好过瘾啊。谢谢爱与星辰的天空之镜，谢谢爱与星辰，又谢谢陈一老师的这个叫什么云霄大厦，谢谢陈一老师，谢谢米依依老师的跑车。对，而且我觉得我对于我们这个戏质感我还是蛮有信心的，因为大家也能看到花絮吧，发的那个花絮，我觉得咱拍的确实质感还挺好的呀。我们在现场工作的氛围其实也还蛮快乐的，而且我本人对这个剧本我挺喜欢的。牛排有没有放黑胡椒？放了呀，煎牛排怎么能不放黑胡椒呢？主要是这个量太多了，我估计我知道了，是因为我今天点的这个量太大了，它可能是煎的时间有点长，它怕它不熟。我要的7分熟，它可能是煎的时间长了，火候过了。博导是何宣琳啊，但我有说一啊，不是因为我自己演了，是真的，我觉得博导他超级贴那个角色。就我当时看剧本的时候，他们跟我说，
女主要让哪位老师来演，他们一跟我说博导的时候，我去搜了一下，我就觉得我靠，博导好适合演这个角色，他就是那种你知道诗月这个角色，他有一种淡淡的死感，你知道吗？那种就感觉这个人呢，他多多少少有点怎么说，这个角色他有点复杂，成年人的那种感觉，他比较冷静，一种淡淡的死感。那种比较被动，就看似主动，但实际上是很被动的那种，对，很知性的那种。我就觉得，反正宣琳她就跟这个角色就非常的相像。我没有剧透啊，我只是说跟角色贴合度很高啊。我觉得真的是选角选的挺好的。我说实话，我接这个戏剧本的功劳可能占了50分。你要说演员可能还考虑制作团队，当然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制作方过儿短剧也是非常的优秀，但是最终敲下这个就是敲门砖，我为什么一定要去这个戏在同期的项目里面选，是因为他告诉我对手演员是博导。你知道演戏有时候有一些磁场上的东西，那演员对于角色的理解，你一看你对手演员演的是你的就你的对手角色的时候，当你发现对手他非常契合这个角色，有些东西他就水到渠成，你明白吧？你会很有信心。我说白了就是你说难听一点，有时候可能对手演员你可能觉得在你的理解中跟你理解的就是女主角的那个感觉不是一类的，你不能说他错，不能说别人的眼光是错的，只是说站在你的角度来考虑，你可能想象的可能不是这种感觉的话，可能在如果你真的硬着头皮去拍了，可能在你创作过程中，因为你自己说白了就是一个信念感嘛，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觉得不是你想象那么回事的话，你肯定演起来有点别扭嘛，你明白吧？所以我当时我真是看到了宣琳要去演诗月这个角色，我说这戏能行，而且本身剧本也写得很好，我说这戏你不去演那还演啥呀？就演啥乱七八糟谈恋爱啊，就演什么过家家呀，那我还肯定是演这种啊，这本身又是我很喜欢的类型，这也是过儿短剧的跑车啊。大家还有多久啊？还有50分钟左右，准确来说应该是47分钟吧，应该差不多。大家可以去 Red 果上预约一下啊，我跟宣琳老师由过儿短剧这个制作的，改名了，叫日升夜守，在北京时间0点08分准时在 Red 果上线。谢谢大家，谢谢喜欢看水的胖猫的花落长亭，谢谢过儿破费了。希望我们这个戏能够好啊，因为我刚刚还说呢，我说当时我同期有另外2、3个项目都在找我当时看完了之后，首先是咱们过儿这一版的剧本，但我说实话，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戏有那么多个版本，就大家同时拍啊。当然我们拍的也是第1版嘛，但是我这个人呢，本身我对于短剧它剧本会不会拍很多版，其实我说实话我不太 care。我觉得演员本质的出发点是剧本好不好。非常多优秀的剧目或者是优秀的剧本，不管是短剧也好，还是以往已经有过的艺术形式，当然会有很多人去拍。你包括像雷雨，你包括像家春秋，你包括像骆驼祥子啊，或者是什么许三观卖血记，就这种非常经典的一些剧目，像什么日出啊什么这些，我们以前你说难道它只有一个经典版本吗？它肯定会允许有很多翻拍，包括像电视剧也是什么情深深雨蒙蒙，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就《还珠格格》什么的，现在也有在翻拍的。我觉得《红楼梦》4大名著，你要去允许一个同样的故事会有不同的演绎跟不同的这个就是新的解读。所以我当时其实我看到顾儿给我递的那个剧本越熟的时候，我从演员角度啊，咱真不带吹嘘的。我是觉得这个剧本我非常的喜欢，我极其的喜欢。后来再加上告诉我对手演员是宣琳的时候，我觉得宣琳呢仅代表我的视角，宣琳诗月的就诗月本月，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当即拍板，我说剩下2个我不看了，我说我要去拍这个不比别的当时找到我的要高级多了，我觉得是一个成熟演员都会喜欢的剧本，喜欢的项目啊。谢谢冬阴功老师的梦幻蝶翼，谢谢吴伟雄老师的万象烟花。是古装不是，我们演的这个是现代戏。0点08分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估计可能跟我们中国人讲究的及时有关系啊。那中国人应该都比较喜欢8这个数字吧。好朴实的剧宣，不是啊，
我们本来就要直播，但是今天前线突然发来战报告诉我们08分突然间要上线了，那肯定就变成巨宣了啊！今天这个牛肉真的牛排给我烤的好老，我没有大半夜播，我平时直播都是这个时间点，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人投诉我直播的晚？是因为这2天我们直播节目效果太好，有很多新朋友来嘛，不习惯，这不就是我平时的直播时间吗？我每天都是11点直播，我吃啥牛排也不算在吃轻食吧，我吃的就是肉啊，纯肉。因为今天对我平时直播，我不管是周日还是不管是周末还是正常工作日，我都是这个时间播呀。今天还早了10分钟啊，确实今天还提早了。谢谢小羊排，谢谢小羊排老师的爱情树下，谢谢西西老师的跑车。趁着天气不热，可以多拍2个古装吗？有合适的剧本会去考虑的。可以谈一下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吗？等这个戏上了，大家看完了之后再聊吧。但我说实话，这个角色不太好去公开跟大家聊，这个角色很难去跟大家聊，因为这个戏的故事吧，它比较成人啊，你懂吧？你这个就你在直播间你去聊这个角色呢，它不是那么的好聊，你明白吧？因为咱们直播间什么年龄群体的观众都有，不太好教坏小孩，你明白吧？不太好。但我觉得成年人应该会蛮喜欢这种，你不能说蛮喜欢吧，你能去理解得了这种剧本内容。为什么？因为日生夜熟啊，晚上比较熟啊。毒舌方面是本色出演吗？当然不是啦，我这个人就不是一个很毒舌的人。我觉得秦昭这个角色也不是一个很毒舌的角色。我发现大家很多时候有刻板印象啊，我这个是认真说的。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呢，大家很喜欢用同一个词去形容可能很多一些比较相近的一些性质，你明白吗？但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应该细分的，但是大家现在不太喜欢用一个精确的词儿去形容，大家只喜欢用一个流行语或者是统一的词儿去形容，就比如说像秦昭或者我这种，大家就说是毒舌来概括，但实际上你说是吗？其实不是。我跟秦昭典型就不是毒舌的人，我们只是比较坦率，你精确的说比较坦率，能明白吗？直言不讳的那种，就说白了比较洒脱，他可能会跟大家理解的毒舌有点类似，但他不太是正儿八经的毒舌呀，明白吗？所以我怎么会是本色出演呢？不是，我也是经过了揣摩的。怎么不是这个逻辑？我看看，装起来了没有？装什么呀？没有装。秦昭跟我一样，就是一个很坦率的角色啊，很坦率啊。我有时候不是跟你们搞节目效果，我觉得毒舌这个词儿，你来形容这个角色的话，真是有点肤浅。你可以去形容我 ，OK， 我作为演员，我可以接受你们的人身攻击，但是我创作我理解的角色，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就秦昭这个角色吧，他跟毒舌就真的没啥关系。你甚至说有一些比较油腻的话，就什么毒舌是他的保护色，我都不太屑于去这么理解，我觉得那有点太肤浅了。我觉得张嘴就说这种话，就什么毒舌是他的保护色，就这么去理解角色，我觉得那都真的是幼儿园级别的。我是觉得你要去准确的去理解一个角色，你主要是你们还没看，还没上线，我们没法跟你们说剧情。秦昭这个人，他更多的他真的是坦率。这个人他是怎么说呢？有点像当你去理解了自己，发现了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了之后，你会非常坦率的去直面自己的欲望，或者是直面自己的需求。我真是正儿八经的去跟大家说的，我觉得这种的情绪跟这种的思维，要比所谓的什么毒舌是他的保护色这种笼统的概括要精确太多了。就完全他其实说白了，他不是一个路线的东西，他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就这个人活得很真实。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内核是有很多，因为像戏剧冲突嘛，他制造了很多可能像伦理上或者是说很多这种条框。这个角色他在面临着这些就是枷锁的时候，包括像他自身以往的一些可能所谓原生的创伤，他在自己酝酿完了之后，他寻找到了一条
属于他自己的，能够去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妥协吧，去自我和解的道路，直面他的欲望跟诉求，真的是比较洒脱的那种感觉。他跟毒蛇我觉得不太像，对，就比较自洽。你们说啥？我看看。谢谢氮气老师的跑车，谢谢氮气老师的梦幻蓝气球，谢谢西西老师的跑车，谢谢悠悠老师的梦幻蓝气球。我的嘴过安检会被扣下，为什么呀？我还不至于唇枪舌剑这种级别啊。我这个戏现在在拍这商业剧，还要拍几天？还要拍个几天来着？4天吧，3、4天。播到几点？我播1个小时啊，播到12点差不多了，正好1个小时我就下播啊。本来每天不都是播1个小时吗？怎么我最近直播老跳什么人气彩蛋出来？谢谢 JJ Love 的欢乐源泉。有没有想过接一个悬疑戏？目前短剧里边悬疑的类型还是比较少，市场认可度其实不高，但其实我接过。谢谢聪明睿智老师的跑车。过年会在横店拍戏吗？过年会不会？目前没有这个计划。巴拉巴巴巴。谢谢杨雀老师的万象烟花。播到08下线，我都播不到08，播08我超钟了，我得播到06还是多少？我好像是11点06开的播，分不多一分不少，咱播到06咱直接下播，大家可以洗把脸，直接可以点开 Red 果去看我们的日升夜守了。你看我这个直播时间跟我的这个戏的上线时间卡得非常的完美。今天你们熬夜跟我直播也没关系啊，你们如果非要是因为熬夜的话，那可能也只是因为那个戏上线了，你们要熬夜看吧，那又不是因为我直播的问题，跟我有啥关系？我不背这个锅啊。对啊，你也可以选择明天看，你不一定要今天熬夜，跟我有啥关系呢？夜宵还是不要点牛排了，牛排烤老了真的好难嚼，明天换一个。上次四姊妹也是凌晨上，跟我没关系吗？也跟我没关系啊。片方决定什么时候上又不是我能控制的，那他上了赖我干什么呢？而且你非要赖也赖不到我头上啊，这些都是女频戏，女性能顶半边天，女性都不只能顶半边天，女主能顶大半边天。宣琳跟梦圆他们这个角色不比我重要太多了吗？那要赖也是先赖他们的呀，赖演员的话那跟我有啥关系？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挂件男主而已，跟我有啥关系啊？赖我的女主啊，跟我没关系。再跟大家说一下，日升夜守北京时间0点08分在 Red 果上线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哦。踢到哪儿去了？我秦昭跟诗月的戏份哪个多？一样。你还真别说，我拍月月熟的时候，当时好像看那个大计划，我好像还比博导多2场戏。当时我非常的费解，我说我为什么你是女主，我为什么比你还多2场戏啊？反正就吧，差不多5开，大概播多久？再播个20多分钟，就1个小时了，就到点了呀。能不能为观众吃一口？吃这个吗？不行，我为你吃了，你们也不可能吃得到啊。我一直理解不了网上好多人说什么那种拍视频什么啊，粉丝先吃第一口。吃个屁呀！说的好像真的吃得到一样，我也太谄媚了。像我那么耿直的人，我说白了，我有时候刷到那些视频，我看到别人这么去做，我真的觉得恶心。尤其是你要说女孩这么说也就算了，有很多那种大老爷们儿，粉丝先吃第一口，恶心的，真的很恶心。就作为一个直男去看这种东西，真的就觉得很恶心。你咋了？你又不能穿过手机屏幕，你能真的吃到？吃什么嘛吃？你咋了？牛排从小到大没吃过，就非得去看人家碗里面的啊！你除了牛排之外，别的乱七八糟什么什么酸奶，大家先吃第一口，吃个屁！说的好像给了的真能吃一样，不还是塞人家嘴里吗？跟你有啥关系啊？我不要这么说，我就是这么理解。我给你，你能吃得了吗？你吃不了，不还是炫我嘴里是吧？没毛病吧？所以我真的是理解不了。我觉得这种东西啊，网络传播的这种传播学的力量。作为一个学传播学的学生啊，我真觉得传播学这本书是传播学这个学科非常值得大家作为一个副科去研究一下。你会发现现在网络传媒啊这种各种东西，大家有一些羊群心理，就从众心理，大家都这么拍，我也要这么拍，但是没有人思考过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就为什么我也要去这么做？我拍视频好像我要有一个符号性的东西，我只要吃东西，我去拍这种视频就一定要跟大家说粉丝先吃第一口，吃个屁，吃不吃？你没看过我之前直播吗？我靠，我这还叫耿直啊，我这还要嘴毒啊！你们之前没看我直播，我之前那个粉丝让我什么给他们吃一口吧，我不仅没给吃，我还把那个碗全吃光了，连粒米都没剩。我说可以留给你们洗碗，粉丝一口都没得吃。我现在已经非常的和蔼了。谢谢爱与星辰的烛光晚餐，谢谢杨雀老师的万象烟花。看你怼人每次都笑死，不是是真的，因为我也是个正常人，我也跟大家一样就是个普通人。有时候我晚上很饿的时候，我躺在床上刷抖音，也会刷到那种什么美食视频，就人家做菜什么的，我也会感觉到饿。但是我饿了，我这个人，首先第一我有钱，我不是说我吃不起饭啊，不是说我有多有钱，但我吃顿饭还是吃得起的。第二我有手机，第三我有脑子，我会选择拿起手机看看能不能点得到，不管是点不点得到那个菜，我点些别的，我缓解一下我的饥饿，放纵一下自己还是可以的。我不会说我看到那个视频，他往屏幕里面塞了一口好吃，跟给食物特写没关系。我跟你说，绝大部分他们那种拍那种竖屏视频的，他有时候焦都还没对上。你看那个焦点不是现在还在我脸上吗？焦都没对上，那怎么能叫对焦呢？什么能叫特写呢？你特写你就正儿八经拍嘛。谨言慎行，小心别人粉丝骂我。为什么要骂我？谢谢何在江山在的浪漫花火，小心正阳哥啊！你说陈正阳他每次直播吃东西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粉丝先吃第一口吗？正阳哥会这样的吗？正阳哥明天追杀我啊？陈正阳这样吗？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我不撤回啊，但是我要增加一句，陈正阳除外，正阳哥除外啊！除了正阳哥以外，我依然是理解不了这种行为，我理解不了。我打个补丁，如果出了什么事儿，新的补丁，我再去打个新的补丁，可以吧？不会的，什么叫弄得别人粉丝心里不舒服呢？我会弄得别人粉丝心里很舒服的，我这不打补丁吗？你看你手机不是经常会推送系统更新吗？你用以前那个 Windows 啊，用什么 Windows 7系统啊 Windows XP 什么的，电脑也会有补丁啊，微软也有补丁啊，对不对？那你的不可能一次性就出来一个完美的系统啊，跟一个完美的叙述啊，你实在不行后边有什么问题，咱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嘛，咱就打个补丁不就完了吗？没毛病，有什么毛病呢？你宪法都能改，这东西不能打补丁吗？啥都能改啊，是不是？大家都是在波浪式前进嘛。看来大家好像对这个反应有点激烈。对于粉丝先不先吃第一口啊？吃，来，也不是第一口了，来，粉丝先喝第56口啊！粉丝先喝第56口，来，喝，快喝吧啊！来吃啊！来，吃饱点，来，吃，快吃，吃，怎么给你吃，快吃，来，快吃，那怎么办嘛？那怎么说都不行，那快喝吧，喝饱点不够咱再点啊！啊，那能怎么办呢？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谢谢小鱼老师的定制跑车，叫你让就给他们给粉丝吃吧，来吃，张嘴吃，吃不吃？叫你张嘴你聋吗？吃！说了粉丝先吃第一口，你吃不吃？你不吃我吃不了，快吃，张嘴！听不懂人话是吧？吃不吃？把嘴给我张开，快点！不说第二次啊，快点！来喝，张嘴喝。你今天不给我喝完，你不许离开这个直播间啊！你赶紧喝。这么吃？是这么吃啊？又不吃了？你看你们太叛逆了。那自己说的什么喂粉丝吃，那喂了呀，那也不吃，很难伺候啊，太难伺候了。谢谢清霜老师的私人飞机，谢谢嘟嘟老师的跑车，谢谢 MK 老师的跑车，太难伺候了，没有一点情绪价值。怎么没有情绪价值呢？负面的情绪也是情绪价值啊。情绪价值一定要是正向的吗？何以见得呢？你去看一些就是什么悲惨世界啊，你去看这些书的，什么余华的书，看什么这个许三观卖血记，对不对？
你去看什么《活着》，它难道给你的这种文学巨著，它给你提供的是正向的情绪价值吗？它也是一些比较掺杂着苦难的这种就是悲剧式的这种故事吗？那也不是正向的情绪反馈啊，那也是负面情绪啊，感觉看完人会心里就是怅然若失，你懂吧？看完你把书最后一页看完了之后，感觉就是长吁一口气，人生真的好难呐，这也不是正面情绪啊，对不对？你去看看小牛是怎么对粉丝啊？小牛是怎么对粉丝的？在我的直播间刷我的银行卡，给你们发福袋啊。他是怎么对粉丝的？刷我的卡呀，花我的人民币啊。我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存在补丁的。那是他，那不是我。我拒绝成为任何人，我就是我。我也发福袋，做梦呢！不要胡说八道，不要在我的直播间胡说八道。我的直播间只是言论氛围比较自由，但不代表可以口出狂言啊！我跟你说，虽然已成事实，曾经在我的直播间他发过这个东西，但是你们要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当时在工作，并没有经过我本人的允许，能明白吗？没有经过我本人的允许，所以我本人对于这个行为我是深恶痛绝的。我并没有正面官方的同意过这个事情，但是他事已至此，木已成舟，那就顺水推舟啊，好吧，那就既来之则安之，让已发生的变成已发生啊，但是并不代表我同意这个做法啊，待定再说。大家谢谢大家认可主播，谢谢大家点的左上角的关注跟灯牌。还有16分钟啊！这个在 Red 果上，我跟博导的这个新戏《日升夜熟》就要在红果上线了。大家没有点预约的，点预约哦。后来我自己也发了一个，我后来发的怎么说？你人要有先尝试，尝试了之后，你才会体验过了之后，你才会有反馈嘛。但现在的反馈是待定啊。我看看说什么，这又让我水过去，没有水过去啊。你们自己非要聊的，我说实话，今天这个直播内容跟我都完全不是我主导的，我自己在那儿给你们剧宣，我在直播跟大家闲聊，我在那吃点夜宵，我吃个牛排。有的好事之徒啊，有一些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就非要说给粉丝吃第一口，不给粉丝吃第一口，这不是我要提起来这个话题的啊！你们提了，我说啊，我说我不爱给粉丝吃什么乱七八糟什么第一口，屁用没有，又在那批判我，你怎么不给粉丝吃第一口？你怎么一点都不媚粉，一点都不宠粉啊！我说那都是矫揉造作。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你节慎行，那别人的粉丝会攻击你的，那他们哥哥受不了会攻击你的。我就加补丁，我说陈正阳是这样子的，是吧？我说那我加个补丁，跟正阳哥无关啊，除了正阳哥以外。我说不行，就还是要让粉丝先吃第一口。那我也顺从了嘛，我打不过我就加入。那给你吃完了就说不行，你的态度不好，你的态度不好。不是有毛病吗？完了，你的态度不好，又说什么你都学不会什么宠粉，你看看人家小牛都是怎么宠粉的。这就是我的直播逻辑啊！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我跟你说，我做错最大的事情就是我点开了直播间的开播按钮。我本来想以正常人的身份跟大家去沟通跟聊天，就有一些好事之徒，他非要这里恶意引导我们直播间的和谐友好的这个就是直播间的聊天氛围。他一直有那种无形的大手，我们也说实话，我跟我们直播间的这些忠义之士啊，我们沟通一下。我其实最近的直播总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不知道咱也不搞阴谋论啊，有无形的大手在操控着我们直播间。我每次直播的时候，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像那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我的头顶。我们直播间的一些老观众忠义之士，难道没有发现吗？总感觉好像有那些好事之徒在我们直播间潜伏，要引导我们的那些走向一些就是风气不良的话题。我今天意识到这个事情了，我觉得我们要严加管理。你这个东西就像那个市场经济一样，有一个无形的大手正在调节我们的直播间。但是我们这里啊，民主直播间，我们这里是民主直播间，我们要杜绝这种对于直播间调控的行为啊，尤其是作为直播间的代表。
我对这种行为表示深恶痛绝。有人在刻意引导最近主播这个直播过程中的一些话题的走向，我觉得这种问题其实大家不要当做开玩笑，一定要当个事儿办，就一定要深思熟虑一下这个问题。主播不是跟大家开玩笑。我觉得最近有很多的这个怀揣着一些不好的心思或者是动机的这些人涌入了我们的直播间，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得重视起来，一起携手共进退去应对这些就是未知的风险。谢谢爱与星辰的腾飞焰火啊！谢谢佑佑老师的定制跑车啊！对，大家还不跟大家开玩笑，大家记得还有10分钟，倒计时，大家可以去 Red 果去看我跟轩林新上线的这个新戏《日升夜熟》，大家记得要去看一看啊！但是这个东西呢，怎么跟大家说呢？还是身体第一啊，不要太晚。你非要我说那么明显吗？你非要我说出那句最经典的话吗？还在我的直播间评论区如此的嚣张，群众里面有坏人在引导主播，想要颠覆主播，想叫滴滴代打，滴滴答答哒哒哒哒哒，用粤语剧宣一下。其实说实话，他改完这个名字了之后呢，这个剧名用粤语念也不太好念，有点拗口。原本月夜月熟用粤语来念是越夜越熟，其实还可以，但改成日升夜熟了之后呢，用粤语念就是日上夜熟，听起来虽然没有很直接，但总体来听起来好像有点奇奇怪怪的，像食材。日上夜熟，没事儿，反正待会儿就熟了啊。12点了，大家没点关注的点左上角的关注，没点灯牌的点左上角的灯牌哦，谢谢大家啊！赶紧的把那个灯牌赶紧啊，最后上一上，上完了之后呢，反正还有8分钟，大家就可以去看直播了。咱还有6分钟下播。我记得之前啊，我在拍月夜月熟的时候，我发了个抖音。当时我其实听到了一首歌，我觉得跟别人的版本咱不知道，因为没看过别人的剧本。但是我跟轩林演的这个版本的剧本内容，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跟我们的剧情内容非常的相似。我的偶像陈奕迅唱的一首歌叫《无人之境》。那既然还有7分钟啊，我们跟轩林跟博导的这个戏马上就要上线了，那作为正好也是今天我们直播快到点的最后一个环节，就给大家唱一首我理解里面的日升夜熟这个故事这个歌吧，《无人之境》给大家唱一下。待会我们下播大家就可以去点个夜宵去看这个戏了哦。无人之境。我是在重庆的广东人，一首来自陈奕迅的《无人之境》给大家乱唱。好吧，这首歌也是反正我认为在我的认知里面对月夜月熟现在改名叫日升月熟这个剧本的给我的感觉啊，大家反正可以看完这个戏之后，如果大家真的要去做这个切片，我希望有一个版本是可以根据这首歌来剪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跟这个戏特别的契合，好吧？还有3分钟，我们这个戏在 Red 果就上线了，大家可以去 Red 果准备看了哦，新戏上线啦！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日升夜熟，也多多支持我跟何轩林老师，多多支持我跟博导的第一次这个搭戏，谢谢大家！大家没点关注的点左上角的关注跟灯牌，我们明天再见，大家记得还是身体第一啊，不要熬得太晚，好吧？Goodbye，那我今天的直播就正好1个小时，我要下播喽。886，大家记得去看我跟博导的新戏哦。拜拜，谢谢大家支持日升夜熟，拜拜，下播了。